启奏陛下，王后娘娘刚刚抓到了太上皇后的侍女韵儿，在御膳房偷拿糕点，等待陛下发落。什么？韵儿？不可能！韩英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娘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韵儿，娘娘，陛下，这个贱婢居然敢偷拿御膳房的糕点，实在可恶！陛下，韵儿并没有偷啊，这是奴婢从她身上搜出来的。这些桂花糯米糕是本宫今天一早吩咐御膳房做的，刚刚做出来，本宫都还没有见到，居然就在她身上搜出来。娘娘，她还敢说她没有偷？太上皇后，你宫里的侍女居然敢偷嘴吃，这传出去还真可笑啊。是吗？可笑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这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悲呢？堂堂太上皇后宫里的贴身侍女，居然饿得要去御膳房偷糕点。这魏国的王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还有人情冷暖吗？还有人性吗？陛下与本宫可不曾怠慢过你，你自己有福不愿享，偏要跑到南华宫受罪。现在你宫里的侍女偷东西，证据确凿，你说该当何罪？娘娘，韵儿真的没有偷。你说没有偷，那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这，陛下，我是哀家拿的。是哀家拿的。怎么样？哀家今天路过御膳房，就闻到一阵糕点的香气。哀家当时就想啊，这么香的桂花糯米糕，我儿子伯健还没有吃到呢。于是就顺手拿了2块，在御花园交给了韵儿。太后，你给我闭嘴！东西是我拿的，你奈我何？除非你杀了哀家，否则就不要再折磨哀家的儿子伯健了。韵儿啊，以后每天都到哀家的寝宫里拿吃的回南华宫给伯健啊。遵太后懿旨。这大魏王宫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你胆敢忤逆太后，你还有没有规矩啊？陛下，你就容他们这样欺负臣妾吗？都给我住嘴！啊！太后，太后，快传太医！太后怎么样？启禀陛下，太后由于思子心切，再加上急火攻心，导致有些失心疯。赶紧用药吧。诺。你听见了？臣妾又没想气他，还不住嘴！孙夫人，我进宫多有不便，烦劳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心照顾好母后的。吴子嫣，你必有报应，必有报应，必有报应。陛下，你听，他到现在还在骂臣妾。太后身体有恙，你就非要跟一个病人计较是吗？臣妾，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不要再来永安宫。哼，他别找臣妾就好。你现在满意了吧？英珠，英珠，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姑满意了吗？你看看你把太后逼成什么样了，这都是你造的孽。姑什么时候逼太后了？伯健流落白狄这么多天，太后日日夜夜为他担惊受怕，
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却不让他们母子见面，你还克扣南华宫的俸禄和口粮，逼得太后到御膳房去偷糕点，拿去送给太上皇。你竟然如此狠心地对待自己的王兄，你就不怕传出去，遭天下百姓唾弃？你觉得姑会在意这些吗？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南，陛下，南华宫加配口粮。陛下，再加几个份额呀？废话。太上皇、太上皇后、玉儿3个人的。遵旨。你不给钱贤配备口粮吗？钱贤，钱贤是他自己要留下的，我凭什么要给他配备口粮？你，这是姑看在你的份上，最后的让步，不要得寸进尺。那银珠谢陛下了。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哦，孙夫人，英州还没回南华宫啊？我不放心。药都抓好了吗？抓好了，我马上煎给母后喝。孙夫人，我和伯健如今进宫不易，母后就全靠你了。要不是为了照顾母后，我真想带着舒洁跟你们一起搬到南华宫去。别这么说，南华宫简陋，舒洁又小，会受不了的。你在宫里好好照顾母后，照顾舒洁，伯健那边有我呢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先回南华宫去了。哎，英珠，替我转告太上王，就说我和舒洁都很想他。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我都担心死了。伯健，你说要去众豪那边，去了几个时辰都没有消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你怎么哭了？啊，英珠，是不是众豪为难你了吗？别哭了。伯健，我只是觉得累，真的好累啊。原以为在宫里会过得很开心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。都是我连累你们。不要哭了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，内务府给我们发俸禄和口粮了，真的？你看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口粮只有3个人的。为什么只有3个人呢？没有臣的。为什么？陛下说了，臣是自愿来这里的，不是他罚臣的，所以就没有臣的口粮和俸禄了。他要么就给足，要么就不要给，真是过分！我去找他理论。太上王，您去了也没用，这3个人的口粮还是娘娘韵儿，还是娘娘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求来的。太上皇，不要担心微臣，微臣自己会想办法的。这3个人的口粮，要省着点吃，还是能养活4个人的。唯有如此了。千贤，你在白狄对我不离不弃，只要我伯健还有一口吃的，我就绝不会让你饿着。臣，谢太上皇。快起来。
姐姐，玉儿姐姐，玉儿这是怎么了？好烫啊！赶紧叫太医。诺，夫人，叫太医会惊动王后的，我担心王后会对玉儿姐姐不利。也对，你们两个把她抬回南华宫去。诺。是重症风寒，那严重吗？倒是不严重，只是没有药。华顺，华顺，啊，华顺，老奴在。我问你，南华宫里有没有药啊？药，钱贤他已经开了药方，要去哪里拿药呢？这南华宫都是被遗忘的人，被遗忘的人怎么可能看病抓药呢？在南华宫啊，还从来没有这么一说呢。那就去御药房抓药吧。御药房没有太医院的药单，怎么可能抓药啊？哎，没有药，韵儿病是好不了的。哎，不如我拿着凤银，到集市上去抓点药。那些凤银上都有大伟官家的烙印，出去花不怕被抓呀？哎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哦，我记得在白狄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用萝卜叶子帮那些孩子们退烧吗？哎呀，萝卜叶子只能治一般的伤风发热。韵儿姑娘现在得的是重症风寒，我看还是先退烧再说吧。只好这样了。那我先去洗一些萝卜叶子。好。好吃吗？王后娘娘驾到，给王后请安。起来吧。不知道王后要来，臣妾这就带舒洁离开。慢着，怎么，一见到本宫你们就要走？这是故意躲着本宫吗？臣妾不敢。孙夫人，知道本宫为什么没有把你赶出王宫到别院居住吗？因为臣妾有舒洁。没错，就是因为你有儿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没有了儿子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王后开恩。孙夫人，在后宫里跟在朝廷里是一个道理，千万不要跟错了主子，更不要感情用事，要时刻分清楚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，时刻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这才是聪明人。谢王后指点。孙夫人，以后少搭理韩英珠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你儿子离不开你，你也离不开你儿子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你儿子没有了你，他会怎么样呢？莫非陪我玩球吧？哦，自己玩。夫人，太上皇后求见。啊，不见，我不见。诺。舒洁。消息，孙夫人呢？太上皇后，我们夫人不肯见你。为什么？这……孙夫人，银珠有事相求。孙夫人，孙夫人，玉儿得了重症风寒，急需药材救命，请孙夫人替我们宣召太医到御药房取些药来。孙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太上皇后，我不能帮你，你回去吧。
孙夫人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太上王后，也许我自私，我懦弱，但是我不得不为舒洁着想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回去吧。孙夫人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请你回去吧。啊，孙夫人，孙夫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今天早上，夫人带王子在九龙亭玩耍的时候，遇到了紫嫣王后。紫嫣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孙夫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拜托你好好照顾母后还有舒洁。太上王，韵儿怎么样了？她的烧还没退。看来这萝卜叶子不管用啊，非得用药。哎，怎么样？孙夫人那边能不能找到药？孙夫人惧怕紫嫣，不敢再帮我们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如我出宫到集市上去买点药。买药也需要银子，宫里的银子我们不能用啊。哦，对了，要不这样，我连夜绣几幅刺绣，你明天把它拿到集市上去卖掉，然后换来银子去买些草药给韵儿治病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。只是你回来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被守门的侍卫发觉了，那可就惨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我才知道我有多没用。关键的时候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，还要靠你的刺绣拿去换钱。伯剑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不能怪你，要怪的话就怪造物弄人吧。你快去睡吧。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我陪着你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，就像寻常的百姓家，过得平静安逸。其实这样挺好的，没有朝廷里的尔虞我诈、是是非非，除了清嫔些，其他的都很安逸。以前真没想到会过这样的生活，但是现在这样，反倒觉得很踏实。其实，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平静的生活。英珠，我可以把王位、权力、锦衣玉食都弃之不要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。最后几块了，最后几块了，好看哎！漂亮的刺绣，我要这条，这两个我都要。最后几块，你看看。好，谢谢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颜色多鲜艳呀！谢谢，谢谢。我最喜欢的了。哟，这不是太傅大人吗？小的给您请安了。啊，侍卫大人开玩笑了，在下早就不是什么太傅了。您这一大早的干什么去了？我在宫里
领了俸禄，送回家去。啊，是这样。您说您这是何苦呢？陛下都恩准您回家了，哎，您还非得跟着那失势的太上王，这不是糟蹋自己吗？我尽臣子本分，岂是尔等能知道的？哎呀，好了，您啊，就赶紧去尽您的本分去吧。等等，贤贤，你身上怎么有股药味儿？我说钱钱，为了陛下与后宫娘娘们的安全，外面的吃食可是一律不得入宫，更别说是夹带药物了。你得让我搜查一下。你们对，怎么了？将军，钱贤身上有药味儿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怎么没闻到？太傅大人，多有得罪，请。啊，谢林将军。哎，将军，住口！太傅大人，这是我从御药房拿来的上等草药。太傅大人，韵儿就拜托你了。怎么样？烧退了吗？钱贤果然是个神医啊，药到病除，已经退烧了。赶紧把这汤药喝下去，早点好起来。太上王，韵儿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跟我们还这么见外啊？你如果真的要谢，就谢银珠。谢娘娘。哦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没事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公公啊，这是各地为庆祝陛下的寿辰进贡来的珍宝。哦，现在啊，各地官员的品味是越来越俗气了。公公啊，江南进贡来龙眼大的一对夜明珠，一到晚上光华夺目，甚是好看，一点都不显得俗气。哦，哪儿呢？哎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公公啊，奴才已经派人给您送到府里去了。奴才知道公公您平时节俭，晚上连个蜡烛都不舍得点，奴才送去给您照个亮儿。哎呦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公公啊，此外呢，奴才还自作主张，将一匹和田玉马和一尊翡翠狮子，以公公您的名义送给了大司马邝杰和大将军首义。哟，宁安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办事了啊！你怎么会知道咱家的心思啊？奴才以公公为楷模，自然处处揣摩公公的心思。奴才就努力的做到，以后凡是这样的小事情，就不劳公公您操心了，奴才就给您全都把它办了，好让公公您呐越发专心的伺候陛下。哎呦，宁安，以你这等乖巧，服侍咱家真是委屈你了。这样吧，以后咱家要不在宫里的时候呢，你就替咱家补个缺，做个轮值太监。公公大恩，恩同再造，奴才宁安愿意公公马首是瞻。好啦，起来！哎，起来呀！谢公公。奴才给陛下请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怎么今天你当差啊？
蓝公公今日身体不适，就派奴才来当值了。哦。哦，宁安，奴才在。以后每天这个时候，你都来御书房当值，跟姑说说宫里宫外的新鲜事儿，特别是你没事溜达的时候遇到的新鲜事儿。遵旨。太上王，娘娘，这种事情让玉儿来做就好了，你们去歇着吧。哎，韵儿，不行，不是让你别起来吗？我没事儿，我都好了。别弄了，韵儿，我们在白狄的时候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啊，陛下，在白狄没有人照顾你们吗？苏亚郡主不来帮你吗？英珠啊，白狄不同于我们大魏，他们那边的风俗是所有人都自己动手。不管你是大将军还是郡主，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。太上王说的没错，大家住在一个部落里，彼此相互关心，相互照应，其乐融融。互相帮助，生活在一个部落里，真是让人羡慕呀。那边的生活很单纯。其实啊，我真想带你去白狄生活。玉儿姑娘，该喝药了。啊，谢谢秦太傅。不客气。来。哇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太上王小心！你的手没事吧？哎呦，烫！还好，药没洒。韵儿，快喝吧。没事，没烫着。哎，我看看，放水里就好了。行啊，你们这小日子过得有点意思。这手都有点。你们等着吧，只要有我宁安在，伯坚，你就休想有好日子过。小贼，敢到这儿来偷东西！哎呦，你这有什么值得验偷的啊？那你就是不怀好意，快滚！告诉你，南花宫我打死你就打死了，以后你再来啊，小心你的狗命！这老东西，你等着！快滚！怎么了，华顺？啊，没事，有个偷窥的小贼，将老奴啊给打跑了。太上王，会不会是陛下派来监视我们的？我们每天就这么平淡度日。还怕他监视我们吗？走。陛下，奴才去看了，他们在那里真是其乐融融啊，尤其是那个伯坚，一点都不像被贬去冷宫，哎，反而在那里面搂着太上王后韩英珠，他自得其乐。接着说。还有，他们说羡慕在白狄的生活。说我们后宫啊，这人情淡漠，哎，那不是在暗指陛下的后宫冷酷无情吗？
他们还说什么？说姑的坏话了吗？哦，奴才正在听的时候，就被华顺那个老东西发现了，一顿扫帚把奴才给打跑了。喜欢白狄的生活，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说姑的后宫冷酷无情，哼！你在的时候，这后宫就有温情可言吗？宁安，奴才在。继续给姑盯着。诺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御书房的常随，以后你就来这儿当值吧。陛下英明，奴才今生得遇英主，死而无憾。下去吧。谢陛下。给陛下请安。黄英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匆匆的？娘娘和安乐侯在九龙亭玩呢，奴婢看起了风，就给安乐侯去见披风去。哦，子英跟西康在九龙亭玩。嗯。败家九龙亭。诺。陛下败家九龙亭。西康，荷花漂不漂亮啊？漂亮。西康。不喜欢啊？陛下。来，西康。哎，西康，九龙亭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怎么不好玩？还说呢，往年秋高气爽的时候，河里的鲤鱼都会跑出来进食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带西康过来喂食，却一条鱼都没有。哦，是吗？姑看看，哎，这不都是鱼吗？西康，你看，好多鱼啊！看，快，拿鱼饵来，快！好不好玩？给西康。西康开心了吧？做得不错。陛下，这不是奴才做的。陛下，奴才派人悄悄地用渔网赶鱼，把那河里的鲤鱼全都捞起来，赶到了九龙亭边。哼，原来是你啊，西康，父王陪你钓鱼好不好？哼，啊，奴才这就去取渔具。行了，你这一来一回耽误多长时间？姑哪还有心情？是不是西康？嗯。来，亲亲父王。陛下，奴才想着您来这里一定会想钓鱼的，所以奴才派人赶回去给您拿了渔具。奴才还自作主张把王后的渔具也一起带过来了。哟，你可真有心啊！陛下，这回有心情了吧？有心情。来。来，你啊，你现在的心思是越来越细了啊，应该的。宁安，奴才在。以后姑就封你为御前总管，随侍左右，你的地位仅次于兰恩。奴才谢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这不是宁公公吗？啊，奴才给兰公公请安了。哟，不敢当啊！宁公公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陛下和娘娘一会儿要看歌舞，奴才去安排一下去。
哦，那得赶紧啊，耽搁了公公的好事儿啊！蓝公公，请您让个道吧。哼，好，请吧。多谢蓝公公。哼。宁安啊，宁安，你等着瞧吧。有朝一日，你要是落到我的手里，我就将你碎尸万段。千贤，有劳你了。娘娘放心，需要买的东西我都已经写好了。好。韵儿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麻烦你再去帮她抓几副药回来吧。娘娘不用了，我已经好了，不用了。身体要紧，得吃药巩固才行。辛苦你了。娘娘对臣无需这么客气，我先走了。有了，太傅。都是上等的刺绣，10文钱1块。你看看，给10文钱1块，给我不错的。上等的刺绣，来。多少钱呀？10文钱，谢谢。谢谢。就是呀。多少钱？10文钱。停。去看看。好。上等的刺绣啊。对，没剩几块了。上等刺绣，这个怎么卖的？啊，10文钱1块。10文钱啊，不要1块。哎，谢谢啊。哦。就是啊，给我一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走。陛下，这是宫里的刺绣吗？是。不但是，而且是太上皇后亲手所绣。陛下，太上皇后亲手刺绣，然后拿到宫外换钱，养活南华宫的人。银珠啊，银珠，你为何宁可这样作践自己，也不来求顾？陛下，那我们……你火速去宫门外，带人捉拿钱贤，问他一个私带物品出宫、图谋未遂的罪名，将他示众。遵旨。太傅，好，林将军，请。且慢，宁公公，拿下！哼，宁安，你凭什么拿我？就凭这个！宁安，那可是治病救人用的。咱家怎么知道你是救人还是害人呢？王宫大内住的可是魏王和宗亲子弟，你竟敢私带药物入宫，有何企图啊？宁公公，钱贤他没有进宫啊。林芳，不要跟咱家这咬文嚼字儿。咱家知道他没进宫，但是这也算是个未遂吧？来呀，将钱贤带家示众。你有什么权利处置他？咱家有陛下的口谕。林芳，你想抗旨吗？给钱贤上架。诺。太上皇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，林将军？钱贤他带着药物进宫时，被宁安抓个正着，现在被押在宫门外待家示众呢。钱贤，钱贤，钱贤，太上皇，你来干什么？钱贤没事，我跟他解释。几位听我说，这不关他的事，是我叫他出去买药的。其实，是我们南华宫中有人生病了，请不来太医，到御医房也拿不到药，所以才叫他出去买的。你不相信可以查看。
那都是一些治疗寒症的草药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了他吧。太上王，你别再说了，真的不关他的事，都是我的错，放了他。太上王，不是我们不相信您的话，这可是陛下下的圣旨，就算我有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放啊。仲豪在哪里？可能在御书房，我去找他。嘿，太上王！老奴接驾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南华宫一直是这么荒凉吗？不是的，太上王和太上王后来之前，还要更荒凉些。太上王跟太上王后住在这儿，抱怨过吗？太上王和太上王后随遇而安，住得很安心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。娘娘，陛下来这里有事吗？为什么要做刺绣拿到街上去卖？姑给你们的俸禄，难道不够吗？陛下，是因为前些日子玉儿不小心染了风寒，南华宫太冷清了，连御医都不肯过来，御药房没有御医开的方子，又没有办法拿药。娘娘和太上王是为了救玉儿的命，所以才……那你为何不来找姑？非要这么作践自己？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抓药，为什么要去求你呢？宁卓，总有一天你会来求姑。没想到啊，这陛下也会到这儿来。林峰，到底仲豪在哪里？臣也不知道。你们，快放了他！太上王，没有陛下之意，我们断不敢放人。放心，如果仲豪怪罪下来，我担着，放了他。谁敢私放人犯？宁公公，宁安，你放了他吧，他是无辜的。他私自携带药品进宫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，不能放。你就念在我在草原的时候救过你一命的份上，放了钱贤吧。救我！你们几个当初合起伙来陷害我，啊！救我是因为你们良心不安，现在想让我领你们的情是吧？不可能！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恨我，是我们俩的事，跟他无关。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你放过他吧。伯介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放不放他，加不加他，都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好，好啊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伯介，你说什么？你也有求我的一天？好，求啊！你求得我高兴了，没准我就把他放了。求！宁公公，我伯介求你了，我求你放过钱贤。求人有站着求的吗？宁安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哎，林峰，太上王，
不要求这个狗奴才！咦，你还敢嘴硬？信不信我加你3天3夜？看你还敢不敢胡说八道！不，只要你放了他，要我求你、跪你，都可以。只要你放了他。好啊，我不拦你，想跪就跪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！哎呦，陛下您可来了！他们想私放人犯，要不是奴才拦着，他们放了芊芊。啊，陛下，姑说放了芊芊。放了，快！芊芊，来，快！芊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来，喝水。好，来喝点水。谢谢太上皇。以后不要再叫我太上皇了，叫我伯坚，我们以兄弟相称。这如何使得？使得。太上皇，他呀，这是虚脱中暑啊，熬点小米粥调养调养，就没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谁没带过家示众啊？没那么娇气。我这就去熬粥。好。来，快躺下。来。来。木头，玉儿，你病好些了吗？我没事了。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。你别再骗我了，我知道你强撑着。听说前几天，王后和皇英又欺负你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我挺好的，真的。玉儿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说吧。跟我离开这里。怎么这么细啊？已经没有多少米了。哎呀，还有多少都放进去吧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芊芊在白帝的时候几次舍身救我，如今她身体虚弱，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我却……英主，我不想让她有任何闪失。那好，我去熬粥。英主，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只要我们夫妻能在一起，我不委屈。华公公。老奴啊，5岁就净身入宫了，这满眼看去的都是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。风光的时候呢，一群人捧着；失意的时候，一群人踩着。这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看透了以后啊，我已经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可是见到你们啊，我又开始信了。太上皇啊，您刚来的时候，老奴是特别的幸灾乐祸。您这个高高在上的太上皇也有这一天。
那时老奴就想啊，怎么折磨你，叫你比我过得更惨。可是你非但不惨，反而还很乐观。太上王，这是我自己省下来的粮食，让太上王后给太傅熬粥吧。那你呢？我要是饿了，那下3所还有馒头吃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伯见一生难忘。太上王啊，您折杀老奴了。其实这冰冷的后宫，还是有温暖的。以后我们就把华顺当做一家人来看待吧。木头，你不要逼我。韵儿，我没有逼你。你还记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我，如果太上王回来了，跟太上王后团聚了，你就可以安心的跟我走。现在太上王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提这件事了？木头，我是说过，可是你也看见了，这个南华宫冷冷清清的，太上王和娘娘在这个地方过得真的很苦，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我真的不能走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从来都是为别人想，替别人担心，担心太上王、太上王后，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想过，为我们想过呀？木头，你听我说嘛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并没有怪你，你不妨也换个角度想一想。现在啊，陛下对太上王戒心很重，整个南华宫也危机四伏，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。如果你走了，他们反而少一个负担。太上王后可以救你1次，可以救你2次，那3次、4次呢？谁来救你啊？韵儿，我让你离开，是减轻他们的负担，他们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艰苦。而且你离开以后，也可以照样回来看看他们。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在宫外接济他们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个负担。哎，韵儿，我说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木头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你说的对，我留在这儿，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我答应你，我们走。真的？嗯，那好，我们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啊。走。太上王，太上王后，我真心的爱着韵儿，我要把她带走。我保证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爱她，给她幸福。请你们成全我。韵儿，你决定跟凌风走了吗？娘娘，我从小就跟着你。照理说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是不应该离开你的。可是，我想来想去，我确实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会拖累你们。所以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凌风走。韵儿，我们没有嫌弃过你啊。英珠，让韵儿走吧，别让她在这儿受罪了。太上王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从来没有觉得跟着你们是在受罪，只是我自己真的觉得我在拖累你们，所以我才想要走的。你一直替我和英珠受了不少罪，紫嫣和仲豪，
他们两个不敢轻易动我们，所以就常常拿你来出气。凌风是个值得你爱的人，你要好好把握。跟着自己爱的人走吧。你就跟凌风去吧，这样我也不用再担心你会被欺负。凌风是真心对你的，我相信他能给你幸福。太上王，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那玉儿走了。走吧。娘娘，别哭，玉儿，娘娘，娘娘，别哭了，快起来。韵儿，跟凌风好好过日子。娘娘，凌风，你一定要善待韵儿。娘娘，您放心吧。走吧。娘娘，太上王，玉儿走了。走吧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玉儿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娘娘。又不是不能见面了，以后还可以跟凌风进宫的。伯剑说的对，韵儿，跟凌风走吧。娘娘，那你要多保重。太上王，你也要多保重。娘娘，我走了。韵儿，韵儿，我的韵儿，韵儿。凝主，别太难过了。娘娘，我的韵儿，娘娘，快帮帮手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韵儿，你还是要留下来，对吗？木头，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，娘娘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，你肯定走不了了。木头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娘娘的身体好一些，我们就……我明白，不用再说了。那我们就等一等。木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体谅我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你这么善良呢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
木头，能够认识你，真的是韵儿三生有幸。你对韵儿那么好，韵儿真的觉得好幸福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愿意等你，哪怕10年，甚至20年，我都愿意等。木头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傻丫头，哭什么呀？娘娘吃药了。哎，韵儿，怎么你没跟林峰走吗？你都这样了，我能走吗？又是我拖累了你。没关系，我想林峰他会理解的。韵儿，你命好，能碰到林峰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。你们2个虽然经历了这许许多多的磨难，但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。娘娘，你的命也很好啊，太上王人那么好，那么爱你，那么痴情，你也很幸福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要是伯坚不生在王宫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是啊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了。不过，现在这样也不错啊。虽然日子清贫些，但人却很自在。娘娘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先把身体养好，然后呢，给太上王生一个王子，那我们南华宫不就热闹了吗？贫嘴。来，吃药吧。那一切就拜托公公了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，一点小意思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哎呀，那告辞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哟，蓝公公，您有何赐教啊？我问你啊，刚才在院里头跟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？哦，恩州太守。废话，我能不知道那是恩州太守吗？我就是问你，他找你干什么？哎，他玩忽职守，被相国弹劾，马上就要被罢官了。这不是让奴才在陛下面前替他美言几句。哦，这个事儿，2天前他来找过我。不错，可他嫌公公您开的价码太高，所以才转而来找奴才。公公，你也知道，奴才就是一个穷光蛋，没见过钱。他一来找奴才呢，奴才立刻就答应了。嘿嘿，这不是吗？奴才趁着陛下还高兴的时候，就给他说了几句好话。他连降3级留用，为了感激奴才，给奴才送了点薄礼。宁啊，你现在也学会翘行了啊！公公，您这此言差矣呀！愿买愿卖，两厢情愿的事儿，不存在谁翘谁的行。哎，公公您的价码高，人家出不起；奴才的价码低，也能办事儿，那自然就来找奴才我了。公公，你也不能怪到奴才的头上啊！啊，宁安啊，你现在可是让蓝公公刮目相看呢。哎呦，公公您说这话，奴才可心里就没底了。哎，别一口一个奴才奴才的，说不定哪天我见着你呀，我在你面前我也得称自己是奴才呀。哎，那可不敢，奴才的今天都是公公您给的。免了。哼。不过宁安啊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不能把你的路全给堵死了，将来你要犯点什么事儿，连给你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哎呦，
这个呀，就不烦公公您操心了。打落水狗的事儿，奴才我不是没经历过。落水狗，哼，